凡是打开这个视频的人，我认为都是想成为天才的。但是如何成为天才呢？爱迪生说，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100多年过去了，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我们是否能从这里得到更具体、更有可行性的方法呢？Supermemo 的创始人沃兹尼亚克博士写过一篇创造力和天才根源的长篇文章，今天就试着用这篇文章来解读一下爱迪生的天才公式，看看能不能找到成为天才的可行性方法。沃兹尼亚克博士是我非常钦佩的学者，从90年代开始写过非常多关于学习、记忆和创造力的文章。YouTube 上很多知名博主都会聊到学习、记忆、效率，像 Ali Abdel、Ruri、Ohama 等。我也曾经热衷于观看这类的视频，试图更好地提高自己，但我发现他们的技巧和方法并不适合我。于是我找到了沃兹尼亚克博士的这篇文章。从个人角度来看，更多是学习、记忆和效率的本质或原理，这比只谈技巧的内容更抽象，可以更好地适配每一个人。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沃兹尼亚克博士，他是 Supermemo 的创始人之一，世界上最早发明的间隔重复计算机算法的作者。如果大家也不了解 Supermemo， 那应该听说过 Anki 这个软件。Anki 所采用的间隔重复算法就来自于 Supermemo 开源的第二个算法。那我在视频下方也添加了 B 站 UP 主学伟耶哥翻译的沃兹尼亚克博士的简介，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下。天才真的可以后天培养吗？还是会有遗传方面的影响？这方面曾经有过很多讨论。目前的结论是，遗传和后天培养都会对智力有影响。例如，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人通常都有轻度甚至中度的智力障碍，他们的平均智商只有50，相当于8到9岁的心智。这证明了遗传是会限制智力发展的。此外，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教育和人际交往，可能他的阅读、说话或抽象推理的能力会不健全。例如，大家曾经听说过的狼孩。这说明缺失教育可能同样会对智力造成破坏，但是良好的家庭环境、职业培训、医疗也越来越能够对唐氏综合症儿童的整体发育产生极大的改善。这是众多唐氏综合症案例使用行为疗法后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你看10万年前的人脑与今天的人脑相比，并不会发现有太大的不同。然而，教育、沟通和集体工作的训练已经将人类的智力提升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爱迪生、爱因斯坦、法拉第。他们本身患有不同程度的阅读障碍，但丝毫不影响他们未来创造那些伟大的成就。由此可见，智力是可以通过后天训练来提高的，但这还不足以成为天才。能被称为天才，一定是在智力、创造力方面有过人之处。而所谓智力，通常情况下是指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大脑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解决问题通常需要2类知识，一类是事实性的知识，例如，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类是原理性的知识、规则，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解决问题时，大脑根据获得的信息，用原理性知识推理出新的事实性知识或原理性知识，从而解决问题。而最有价值的原理性知识都是高度抽象的，例如每100克小麦含有340大卡的热量，这条规则只能适用于小麦；而大多谷物每100克含有330到360大卡的热量，这条规则则可以适用于大米、小麦、玉米等。第二条规则比第一条规则更抽象，也更有价值。所以我们在学习时也要更多的学习高度抽象的知识，才有助于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包含2个方面：第一，预测能力；第二，创造力。我们没有办法像科幻电影那样穿越时空去到未来，但物理定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未来的平台。例如，了解了牛顿万有引力，就能预测到自由落下的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物理、数学、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高度抽象规则，而这些规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从现实世界的混乱中提取趋势。当一个人能够预测未来3到5年技术的发展趋势时，他一定会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乔布斯就成功预测到了家用电脑的趋势，而比尔盖茨则差点错过互联网浏览器的崛起。想要提高预测能力，一定要多学习基础科学的高度抽象规则，而不是事实性知识。那什么又是创造力呢？创造力通常被定义为高度创新，同时又非常有用的想法。沃兹尼亚克博士列出了影响大脑产生这些想法的所需条件：第一，适当的心理状态，心理健康可以获得足够的睡眠，避免压力；第二，合适的环境，关掉声音的来源，100%的专注于当前的问题，同时进行大量的渐进式阅读或头脑风暴；第三，时间，放弃琐事，投入大量时间，专注于你当前的目标；第四，动机，没有动机就无法投入实践去实现目标；第五，好奇心，终身学习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你学的越多就越好奇。一个普通人会咒骂绊倒自己的石头，而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则会拿起这块石头写一篇关于他的论文，这正是大陆漂移学说开创性理论的起源。你在头脑中发现的好奇心越多，你的创造性前景就越好。第六，知识是你创造力引擎的软件，
你在一个问题上投入的时间越多，你就能产生越多的新想法和联想。人类大脑的工作是递增的，它基本上不可能有太大的飞跃。说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如何成为天才的一些条件，比如没有限制智力的先天疾病，用高强度的训练来提高智力，多学习基础科学的抽象规则，保持心理健康，获得足够的睡眠，同时避免压力，待在安静的环境，具备某一领域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动机和好奇心，并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实现目标。那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成为天才了呢？上个世纪70年代，一位叫博尔加的匈牙利老师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只要给予孩子足够关注，用高强度的训练就可以把孩子培养成为天才，而他确实也这么做了。为此还招来了政府的强烈反对，但他不管不顾，与妻子一起按照自己总结的育儿理论培养他们的3个女儿。结果出乎意料，大女儿苏珊在10岁时就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大师。12岁时成为了16岁以下女孩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16岁时获得了国际象棋世界锦标赛冠军。二女儿索菲亚1989年在罗马的一场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了众多苏联大师，拿到了最好成绩。3个女儿，2个都是国际象棋领域的天才，这家长得多骄傲啊！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最小的女儿朱迪特也学习国际象棋，在11岁时就获得了国际大师头衔，15岁时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特级大师。在1993年，年仅17岁的朱迪特以5-3击败了世界冠军卡尔多夫，成为了第一位赢得美国公开赛国际象棋冠军的女性。后来，她们3姐妹一直在国际象棋比赛中活跃。无独有偶，另外一位家长也是这么培养孩子的。鲍雷斯·西迪斯在1880年代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期间，因为教农民阅读和写作入狱，被单独监禁了2年，并遭受了十分残忍的酷刑。这可能影响了他的性格，在他的著作中充斥着各种激进的想法，尤其是对当时的教育很不满，所以他决定自己教孩子。他的儿子威廉·詹姆斯·西迪斯在4岁的时候就可以用打字机写英文和法文，5岁的时候会说5种语言，11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哈佛大学。在哈佛，年轻的西迪斯似乎在情感和社交方面适应能力非常差，他的同事认为他是个怪人，没有交到什么朋友，据说还有精神问题，以至于要在他父亲的心理治疗研究所接受治疗。1914年，西迪斯从哈佛毕业了，但他表示他想过隐居的生活。1923年，有记者发现他从事了一项卑微的工作，他的一生都在努力逃避公众的关注和期待的光环。1944年，西迪斯因脑溢血去世了。波尔加姐妹和西迪斯早期都是神童，但到最后，西迪斯的结局多少让人唏嘘。后人在研究这2个案例时，也终于发现了一个影响能否成为天才的重要因素——性格。性格是如此重要，只要不是有大脑方面的先天疾病，例如唐氏综合症，遗传是不会限制智力发展的，但是会影响性格，尤其是在好奇心、延迟满足、自我控制、自律等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在培养孩子成为天才的过程中忽略性格因素，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而性格也是影响情绪的关键因素。人类的情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驱动力，它可以是高度创造性的，也可以是高度破坏性的。它可以使年轻的纳粹分子陷入狂热的仇恨，也可能让牛顿对自然掉落的苹果产生强大的好奇心。情绪是很难控制的，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负面情绪，比如愤怒，对一个人的成长几乎没有什么帮助。积极的情绪，例如充满激情，则可以帮助人克服遇到的任何困难。所以，培养天才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要学会利用积极情绪，并规避消极情绪。情绪管理技能实际上可能是决定一个人是否会成为天才的最重要因素。不过好就好在，性格的基因遗传率只有40%到60%，后天环境也会影响到性格的形成。如果后天环境充满压力，让你感到焦虑、混乱，可想而知你的负面情绪只多不少。所以一定要远离这样的环境。当爱迪生被问到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时，爱迪生说：努力工作，坚持不懈，还有尝试。从这篇文章的角度来看，相当于是终身保持学习和运用高度抽象的知识，坚持不懈的严格执行为实现目标而制定的计划，意志坚强，认真选择专业。文章最后，沃兹尼亚克博士对上述影响成为天才的因素进行了整理，方便大家查看。因为已经有人做了翻译，我这里就不再复述，直接引用了，链接已经放到了视频下方。1926年，一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是这么评价爱迪生的天才公式：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方法的发明，它打破了旧文明的基础。虽然我不是什么哲学家，也不是什么知名人士，但是我个人觉得沃兹尼亚克博士的这篇文章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它解开了成为天才的奥秘，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天才。最后，沃兹尼亚克博士还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天才是经过多年每天不间断学习，重塑你的神经链接而形成的。努力工作，保持耐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最后的最后，视频下方我整理了非常多的链接，可以作为扩展阅读。
祝热爱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各位，10年后每个人都是天才。